把你所有的愤怒都冲我一人来，别动他。都看见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了。 杨总还好吧？张律师，请你一定要帮我打赢这场官司。等官司结束了以后，我们都解脱了。 我姐夫你怎么才来啊？等你半天了呢。怎么约这儿？哦，这是我一哥们开的，顺便我过来挑几瓶酒。说吧，究竟找我什么事？杨小婷要抽签，因为高寒和出征已经发展到要去酒店开房的程度了。你确信？当然确信了。哎，对了，姐夫，你跟我姐到底怎么回事啊？因为我姐现在情绪很糟糕。哦，你约我来主要是问你姐的事儿是吧？对。她要和我离婚。不会吧？自从她跟尹飞接触之后，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她不仅对我不闻不问，家里的事儿也放手不管。还有，她如果没有跟尹飞有特殊关系的话，尹飞怎么可能把几十万的画送给她？不是，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你还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不是怀疑，我是确信。你姐怀孕了。啊？就是跟尹飞接触不久之后怀上的。但我告诉你，我跟你姐一直都有避孕措施，是绝不可能怀上孩子的。你去哪儿？
谢谢，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这是房产赠与公证书，我送给你的。给我的？对，我希望这是你将来的家。还有一份在公证处备案。这为什么要公证呢？这房产是我给你的，不会算在财产分割内。好，我接受。不过我希望，这会是我们将来共同的家。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拿着。谢谢。你做的对，没错。我们现在是不能有任何闪失，让杨晓婷抓住把柄。我懂的。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an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梅子， As you fade away. 我就是觉得这是我的舞台， As you fade away. 演出到结束。这场结束了，还有下一场，必须会更精彩。秀场的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交代给我的事儿， I need help, I'm going through hell. I fake like I'm fine, but I know you can't tell. Like nothing I felt, my mind overwhelmed. I think that I'm broken, but I hope you can't help. I know I'm not perfect, but some days I feel far more worthless. Baby, you make me feel nervous. If I still have you, I have purpose. It's all worth it.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托尼，杨总，咱们下午3点准时开始，你可千万别迟到啊！我知道了。高总和出征到了吗？他们早就到了。我明白了。
这场秀会在3点钟开始，5点半结束。晚上酒会的时间是7点半，高寒和楚征回酒店的时间是晚上10点半左右。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就这么肯定今天晚上高寒一定带楚征回来？你最好少管我怎么知道的，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时间，别出差错。好，就今天晚上一锤子买卖了，我先去准备一下。于海，今晚就看咱俩的了。你最好别跟我说话，我现在看到你这张脸我就觉得恶心。你给我记住了，从今天开始，咱们俩恩断义绝。你成功了，你真是我的骄傲。我要谢谢你，没有你，我成功不了。你几个意思？为了报复出征，帮杨晓婷，还是为了钱？我犯得着跟你解释吗？因为有些东西你永远都不可以理解。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静待一个结果，然后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帮助杨晓婷打赢这场官司吧。好，4199方，谢谢。
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待会儿吃点东西，好好休息。那我就先走了。楚正，今天晚上你能留下来吗？留下来陪我。陈总，他们回来了吗？回来了，就在隔壁。就等你了。楚正，如果你发现我做的一些事情是在骗你，在伤害你，你会怎么想？你说的是假设吗？回答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我爱你。把你所有的愤怒都冲我一人来，别动他。都看见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了。
还好吧？张律师，请你一定要帮我打赢这场官司。等官司结束了以后，我们都解脱了。周成，对不起。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不，听我说完。我要把我刚才没有说完的话说出来。其实，我骗了你。其实，他们在进门之前，我就知道他们会出现。这么说，你是在替杨小婷取证？对，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银润吞掉，我不能看着他背负垮掉的公司和债务，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合情合理的把剩下的钱全部给他。这么说，你还爱着他？不知道，我现在说不清楚什么是爱，我只知道我们之间也许没了激情，但只要是他身处困境或者面临危险，我放不下。每次我想到他离开我孤孤单单的样子，我的心就会很疼。那你把我当什么？原来一直以来，你都在利用我，让我去配合你演这样一出戏。那我精心设计的这场美丽，原来只是个笑话。高寒，我现在想问你，在你心里，
我一直都觉得肖玲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你现在的心已经脏了，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关于当事人高寒、杨晓婷离婚及财产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审判长，我作为杨晓婷的代理律师，经过了长达4个月的资产核实，情况是这样的：杨晓婷女士和高寒在10年前，他们共同创立了瑞和服装设计公司。公司的固定资产为800万元，品牌价值为300万元。夫妻共同拥有的汽车、房产以及存款，一共是2300万元。我想请问被告，你对我的核实有异议吗？没有。由于杨晓婷和高寒的财产分割涉及到婚前协议，所以我想问被告3个问题。第一，你是否知道杨晓婷女士为了公司的发展，决定和上海的银润服装有限公司合作？知道。第二，我查到你的助手，也就是瑞和的设计师初征小姐，你曾经为她的弟弟支付过高达10万元的治疗费，对吗？对。为什么？同情。同情。这是我在房产中心得到的一份资料。你在上个月买下了4环边上的房子，并赠予了初征，对吗？对。这难道还是同情吗？是还债。一个月薪几千块的设计师，竟然跟你有几百万的债务。我个人认为，这是资产转移。根据婚姻法新司法解释第47条，一方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财产时，对转移、隐藏的那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初征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对他实实在在的一些物质补偿。我希望他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家？多么动人的解释！就好比你在马路上看见一只流浪猫，你收留了它，这叫同情。可是，你给这只猫安了一个家，细心地照顾它，喂养它，同时也享受着它带给你的欢乐。这不是同情，这是喜欢。往深里说，那便是爱。而你们的爱，在你和杨晓婷的婚前协议里，被称之为背叛。我想这份婚前协议，你们俩都比我熟悉。第1款，第1条，非常清楚地写道：夫妻双方任何一方，不得在婚姻中有背叛的行为，否则将净身出户。什么是背叛？这也是今天我跟我的妻子对簿公堂需要弄清楚的一件事情。背叛？那好，我就证明给你看。这里是被告高寒和初征8月13号在景豪酒店开房的记录，以及照片和录音。这里的证据足够证明你们有出轨的行为。初征小姐就坐在庭下，你可以作为证人替高寒反驳。我可以坦诚地说，
我爱高寒。谢谢。审判长，我的发言完毕，我也得到了应有的回答。本庭认为，高寒与出征的关系产生于你的婚姻存续期间，并且依据双方的婚前协议，被告高寒已经构成过错方的事实。不，这不是事实。审判长，我作为一名律师，必须遵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那就是维护我当事人杨晓婷的利益，同时不惜一切代价去证明高寒背叛了他们的婚姻。今天我的辩护已经完成了我该完成的一切，可是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凯明，你的辩护结束了，这就是事实的全部，你要想清楚了。我想得非常清楚。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如果不能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可以立刻解除合约。我正式宣布，解除和杨晓婷之间的合约关系。我愿意成为一个证人，说出所有的真相。你现在所说的话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做任何伪证都是违法的。我发誓，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事实的真相。那么，你想指证什么呢？凯明，你很热爱这个职业，你刚刚已经完成了你最完美的辩护，我们解脱了，可以了。高寒，你曾经对我说，你说一定要尊重自己，和遵循自己本真的心。我不想一辈子活在内疚里。我要指证，原告杨晓婷因为怀疑自己丈夫的不忠，亲手把出征小姐送到了高寒身边，制造了所谓的非正当男女关系。张律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是我的律师，你怎么可以背叛我？背叛？那我就当着你和高寒的面解释一下，在你们婚姻里所谓的背叛。我记得你们婚前协议里有这样一个约定：任何一方不得有任何欺骗和谎言。我想问你，你拿出征的感情去试探高寒，这不是谎言吗？这不是欺骗吗？你在干什么？当你撒出去的鱼饵爱上鱼的时候，你崩溃了。你想到的是你的财产和怎么去惩罚他们。对，我帮你做了资产转移，把你手中的钱变成了股权。从那一刻开始，我为了名利，我背叛了我自己，我最好的朋友。很多事情必须要真相大白，至少我们不再为谎言而痛苦。我必须实话实说，我对于高寒的了解，我不否认出征会爱上高寒，但高寒不可能和出征有任何男女之间的爱恋，甚至出轨行为。张海明，你的职业是律师，你应该知道，你所有的陈述都应该由证据来支撑。那么，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所说的事实呢？我能证明，
沈班长，我叫肖玉海，是3邦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业务就是替人排忧解难，同时我也在为杨小婷调查她的丈夫高寒和楚征之间的关系。在我的调查过程中，获得了部分的谈话录音和这些照片。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可以成为证据，但足以证明，刚才律师张凯明所说的一切，完全都是事实。高总，其实整个事情的真相你早就了解了，那是因为我的哥们刘强在您那儿出卖了我，但是在来法庭之前，我也出卖了他。走吧。审判长，我今天之所以带来所有的证据，还想证明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高寒和楚征之间的关系是清白的。其实，在我帮助于杨小婷之前，我曾经是楚征的男朋友。我利用了这点关系，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所以我更容易了解他们双方的关系和真实的情感。当高寒知道了杨小婷为了转移资产，陷入了骗局，面临着巨大债务危机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逆转。高寒从一个局中人，变成了将计就计的反作局者。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妻子承受着负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结果，所以他就利用了楚征对他的爱，并且说服了楚征和他共同完成了一场捉奸在床的闹剧。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想合情合理、合法的将自己手中的财产送给他的妻子。这是真的吗？他说的是真的。杨总，你一直以来都这么相信我，但现在你要相信高寒，相信他对你的忠诚和爱。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因为我认为我爱着楚征，而楚征却爱着高寒。事情就这样，谎言和骗局的开始，是因为我们都不够相信爱。当我们意识到、感受到、相信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脏了。夏玉海，你提供的这些材料是否能成为证据，还有待认定。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些所作所为都是违法的。我知道，今天是我第一次站在法庭上自首。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想，我想成名于警察，我想让这个社会依法垂范，让人们的目光干净而祥和。如果监狱可以让我通体清白的话，我愿意接受这份惩罚。审判长，我今天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母亲和姐姐，还因为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他会管我叫舅舅。我特别希望我能用干净的双手来迎接他的到来。这是我第一次判决这样的离婚案，财产可以分割，但是你们的感情能够分割吗？
沈班长，这样的结果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沈班长说的没错，财产可以分割，但我们都难以面对情感的裁决。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钱给我的妻子，但我更想用这种方式来解脱。我记得我们婚前协议的最后一条是圣经的誓言：无论他是贫穷还是富有，是健康还是疾病，我们都将彼此珍爱、信任，不离不弃。当我们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千万资产的时候，我发觉我就像狗熊掰苞米，一路捡着钱，一路丢失着爱。我没有那么多耐心再去关注他的情感，我把一天里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工作、应酬和我喜欢的所有事情上，留给他的只是晚上回家睡觉的一个背影。他经常跟我说，快40岁了，他的世界只有我。当他把我当作他世界里唯一的救命稻草的时候，我却想着要摆脱。所以，他对婚姻的质疑，我对他内心情感的需求的忽视。我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我一直坚持要守住这个家，可是人在家，心却丢在了外面。那不是皇帝的新装自欺欺人吗？所以在今天，在这个法庭上，我坚持离婚。走不开，世界不停。
觉得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设计师，可能最适合我。或许我们都可以重新选择。没错，我们都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不是悲剧。当你们真爱我，请尊重我的选择。看到你还只是朋友而已，我试着去努力，只为感动你。我写下这一段旋律，你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心里有一种久违了的自由感。我一路向前走着，但我将思考放在身后。行了，尹飞，也别说谢谢我了啊！你能醒过来，我真的挺高兴的。醒过来的感觉真好。哦，对了，尹飞，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尹先生您好，我是本院的心理辅导师，我姓马。你找他来干嘛？能干嘛呀？当然是有病治病了。尹先生，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些障碍或者纠结，这都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可以消解，有的时候需要外人的帮助。我能做的就是帮您找回生活的信念，找回快乐，好不好？怎么样？是不是听着特好啊？听着不错，咱们就得试试啊！听你的。马大夫，这样，咱们再约时间给他治疗。好的，谢谢。好，那您保重，回头见。约翰，哎，我想出院，我想回家。尹飞是这样，你看你现在的病情呢，还是留在医院比较安全，你说呢？约翰，我发现我醒过来的时候，突然明白，有时候我们失去是另一种珍惜的开始。我想珍惜生命所有。你能帮我完成这个心愿？行，来。谢谢。干嘛呢？一个人在这儿不睡觉？没干嘛，你怎么出来了？收鸟。哦，你说这儿子吧，搬走以后，我这心也搬空了，空空落落的，觉得一个人怪没意思的。那什么话呀？你这叫啊？什么叫一个人啊？那我不是人啊？你是人，嘿，你不是就我一街坊吗？能跟我儿子比？我跟你说啊，跟你商量一事儿啊。你看，咱俩能不能把离婚的这段事儿
就算了，这片儿咱翻过去。算了，那离婚证还在那儿摆着呢。你看啊，我病的时候呢，你着急；完了，你出事儿呢，我又着急。是，咱是离婚证在那儿摆着呢，这个钱也分了，房子也分了，什么都分了，是吧？但是就一条，咱俩心没分。得，哪天啊，等您不忙了，我陪您一块儿，咱办事处把婚给复了，好不好？3年了，你没叫过我媳妇儿，你得叫我声媳妇儿。行，行，等复完婚，我立马叫你媳妇儿啊！哎，真没想到，我们的婚前协议终于派上了用场。根据我们之间签订的协议，你有权利得到这个家的1半财产。我不要你的1分钱，我只拿走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这是你应得的。张凯明，我曾经跟你说过，我的感情是无价的。没想到离婚证也是红色的。以前的离婚证是绿色的。我们离婚的事儿，我暂时不想让妈知道。以后有什么打算？这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哦，我忘了，现在真的是跟我没任何关系了。不管怎么说，祝你幸福。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幸福是当你拥有了事业、房子、钱丢失的东西。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跟你离婚是为了一个人，一个比我生命还要重要的人，他能带给我希望和幸福。喂，老爸。对，我们在一块儿呢。啊？好吧。我爸打电话来，他非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不可。你看能不能？我跟你一起回去。谢谢，衷心感谢你。哎，等等。怎么了？拿错了，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对吧？别说我一瓶倒啊，今儿我非得喝高了。哎，把这也捐给啊！来，那谁，你们喝这饮料啊？我先说2句啊！你说，我觉得啊，这坐，没事，你说。今天哈真是个好日子，我们2家人第1次啊这么团团圆圆的、气氛热烈的吃饭，是不是？你别说，还真是。阿姨，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宣布啊？瞧你俩穿的真美。说说吧，啊，让你叔叔说。你说吧。你说吧，老张，你说。行，我脸皮厚，我说啊，那个，我宣布，我跟赵秀杰复婚了。
我说了吧，他们肯定吓一跳。好事好事啊！好啊！爸，我们还真的吓了一跳。我们啊，我们恭喜爸妈。对，好，谢谢。哎，对，恭喜恭喜啊！阿姨。哎呀，祝你们白头偕老。干了啊！干了。凯明啊，你跟玲珑有什么打算呢？我们呢，我们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对啊，我们还打算要个孩子。这好。哎，这个打算好，我们几个老人可都等着呢啊！哎，于海，要不咱俩也宣布什么时候结婚，让叔叔阿姨都再高兴高兴啊？结什么婚啊？你就不怕我到时候也变成一个负心人啊？我揍你！我没说您呢啊。啊，你看叔叔阿姨、姐姐姐夫多幸福啊！不过咱俩肯定更幸福。来，一块幸福的吃菜。行，你们今天都有事宣布，我也宣布一个。哎，我明天一大早啊回老家去。干嘛那么着急啊？不是着急，学校那边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了，非要聘我回去做外聘的老师。这一大堆学生等着上课呢，你说我又是闲不着的人，赶快回去。妈，我舍不得你走。嗨，这孩子，妈又不是不回来了，等妈一放假就回来看你啊。哎呀，凯明啊，哎，妈跟你叮嘱一句啊。妈不在的这些日子呀，我这玲珑可就都交给你啦。我知道。来，大家举起杯啊！祝我们家老张老赵复婚了！来，干一杯，来。怎么了又？不是人家复婚你不高兴啊？是不是我刚才宣布咱俩也结婚，你生气啦？到底怎么了嘛，于海？你说话。我演了一个晚上，再也演不下去了。你演什么了？张凯明和我姐离婚了。当我费尽心机地拥有了财富的时候，以为就拥有了幸福，可到头来却是一个人空守着一段回忆。难道这就是幸福的代价吗？那么幸福又是什么？只是瞬间的美丽是幻境。我们婚后共同分享的是内心和情感。张凯明的所有收入全部归他个人，这也是我留给婚姻和情感的尊严。在我的爱里，从来不考虑公平不公平，只有爱与不爱。应该还你，不要再给我关心，别担心。只是完美的剧情，不必说对不起，反而这语气会更让人伤心。太多的
现在